Hello， 大家好，我是不学这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在我拍影片的当下是2024年的5月15号，那我们就来看最新的美国的利率消息。好，那在我拍影片的前一刻呢，美国的最新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ore CPI 已经公布出来了。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最新 Core CPI 它的公布值是 3.6%。那前值的话呢是 3.8% 哦，这个 CPI 的指数呢它是有下降的趋势哦，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前面2个月 Core CPI 它已经有停滞下降的一个趋势，那最新的这一次呢，它已经从原本的 3.8% 下降到了 3.6%，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消息啊。那这个消息马上就反映到了美国的利率期货交易市场。你可以看到这个张表格它显示2024年12月份的时候，美国利率期货市场预期联准会呢在还没有发布这个 Core CPI 之前，它是预期5.25% 到 5.5% 的利率区间大概会落在 10% 左右的几率，然后 5% 到 5.25% 大概有 32% 的几率呢是会落在这个区间。那 Core CPI 公布之后呢，这个预期马上就下修了，那从 5.25% 到 5.5% 的利率区间，从原本的 10% 呢就下降到只剩下 5%， 那 5% 到 5.25% 的区间它公布之后呢，就从 32% 的几率呢下降到了剩下 25%，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的投资人非常的满意这次公布出来的核心通膨指数哦。那巴菲特在2024年5月份波克夏的一个股东大会的时候呢，他就表示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波克夏的现金的储备将在本季度末的时候呢来到2000亿美金的一个价值，而且呢短期内几乎没有任何的机会呢可以去进行重大的收购。那2000亿美金对波克夏来讲到底是多还是少呢？那波克夏这家公司就是巴菲特他的公司啊。那波克夏目前就有 63% 的流动资产是属于股本证券，也就是股票。那有 34% 呢是属于现金还有现金等价物，也就是现金还有美国国库券。那有 3% 的话呢是属于固定期限的一个证券。那波克夏的这个比例就是股债比6:4左右哦。那我们从这张图也可以发现到，在2022年美联储开始升息之后呢，波克夏它的现金的比例就持续的上升，从原本大概是 24% 左右呢，上升到现在已经来到了 34%。那它的股票的比例的话呢，也从原本大概是 75% 到 76% 之间呢，要下降到现在只剩下 63% 左右哦。那这个比例的下降到底是因为股票的价值下降，所以呢导致的债券以及现金的比例呢相对来讲变多，是这个方式吗？还是因为他们直接去提升现金的比例呢？那这个问题的话呢是我自己有在想的，那我就马上来看一下波克夏他们的现金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下面这张表格是波克夏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他们的一个价值是多少。你可以看到从2022年之后呢，波克夏他们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从原本的1000亿美金快速的上涨到现在已经快要接近2000亿美金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到波克夏这家公司他们的现金的比例的上升，并不是因为消极的股票的价格减少所以导致现金比例的上升，而是他们有大幅的去增加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他们的持有量哦。那巴菲特他所持有的现金以及现金等价物大部分都是属于美国的国库券，因为美国的国库券它的到期期限非常的短，所以呢常常被市场上的投资人认为它跟现金的价值几乎就是相同的。那当巴菲特他提出他的现金的持有比例会来到2000亿美金的时候，就有记者去提问为什么你要持有这么多的现金？为什么你不要去买股票？那巴菲特就表示现在的现金对他来讲吸引力非常的高相对于股票。那巴菲特他所说的现金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国库券。那美国的国库券呢，它基本上都是1年以内到期的美国的债券。那我们可以看到1年内以内到期的美国的债券，它现在的收益率是来到了 5.3% 到 5.5%。那它这个收益率真的是非常的香你几乎不
用承担任何的风险，1年就可以赚5%多的报酬哦。那 Kevin 我自己的话呢，跟巴菲特一样，我也有去投资美国的国库券。那我最近一次买美国国库券的话呢，是在2024年的5月初的时候有购买。那这次呢，我购买了2万美金的美国的国库券。那我现在总共持有了超过7万美金的美国的国库券哦。那到底买美国国库券有什么样的好处？为什么连我跟巴菲特都非常的喜欢去投资美国的国库券呢？那好处主要有3个。第一个好处就是利率高。现在美国的国库券它的利率呢是高达了 5.3% 到 5.5%， 这个利率啊是完全碾压我们台湾的定存哦。那第二个好处就是安全性高，因为美国国库券啊，它也基本上就是称作美债。因为美债就是属于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那国库券的话呢，就是属于其中的一种。那它安全性当然非常的高嘛，因为是由美国政府所担保的。那美国政府会落跑吗？我相信是非常的困难啊。而且呢，现在全市场的投资人基本上都是认为美国政府所发行的债券呢，它的违约几率是最低的，也就是常常被大家称为无风险的投资标的哦。那第3个好处就是灵活性非常的高，因为美国国库券呢，它的到期期限非常的短。所以呢，它的灵活性非常的高，就算呢你没有持有到期，你要直接把它拿去市场上卖掉，它的价格波动也非常的低。所以呢，它的灵活性真的是非常的高，是我非常喜欢投资美国国库券的一个原因啊。而且呢，我如果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去购买美国的国库券的话呢，我可以自己去选择到期的期限。那这张图就是盈透证券去购买美国债券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自行的去选择这些债券它的到期的期限。你可以看到这些到期的期限的话呢，它的间隔距离都非常的短，所以我可以非常灵活的去选择符合我要求的那一种到期期限的债券哦。那 Kevin 自己想要投资的债券，基本上他们都要落在6月还有12月份的时候到期，因为6月份还有12月份这2个月份的时候呢，我会重新的去审视我的投资组合，还有看整体股市的一个状况，然后来评断我到底要持有多少的股票以及债券。所以我购买的美国国库券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到期，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时间点我就可以刚好有非常多的现金可以去进行投资组合再平衡哦。那究竟我们到底要直接去购买美国的国库券，还是要去投资股市呢？那以我自己来看，我会先去看美国的股市，它现在的估值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那以现在美股大盘来讲，它现在的估值啊，如果是用息勒本益比来看，是来到了33倍。那息勒本益比是有一个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这个经济学家叫做席勒，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那他所提出的席勒 PE 就是包含了通货膨胀指数在内的一个本益比哦，所以我觉得这个 PE 是非常的不错。那在过往历史当中，从1926年到2016年这个历史当中啊，如果你的息勒本益比越高的话，那你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到底会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表格。这张表格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的息勒本益比是低于10倍的话，也就是第一个选项，那你未来10年的年均报酬率大概是会来到 16% 左右。那如果你的息勒本益比是在10倍到11倍之间，也就是第二项，那你的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 14% 到 15% 左右。那随着你的息勒本益比倍数越来越高，你有没有发现你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越来越低的？然后呢，直到你25倍以上之后，你未来10年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低于 4%。 那我们现在的息勒本益比是多少？是33倍。所以呢是非常的高。我自己啊会去预期未来美股大盘它给我的平均年化报酬率在未来10年大概也就只有 4% 左右。所以现在美股大盘它就是属于一个高估值，然后呢高风险，但是呢低报酬。那台湾的股市呢跟美国的股市也差不多。那国库券的话呢，它现在就是属于一种低风险，但是呢它的报酬还蛮不错的，还有 5%， 就是一般的报酬。那如果是你的话呢，你会去投资美国的股市，还是会去投资美国的国库券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好，那究竟要怎样直接去购买美债可以比别人多赚1万块钱台币呢？那这边的话呢，我要跟大家分享2家券商。
一家券商是我们台湾的国内券商，另外一家券商是属于海外的券商。那国内的券商的话呢，就是永丰金大户头；那海外的券商的话呢，就是属于 IB 盈透证券，也是我自己最常使用的一个券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报价。右边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一档美债它的到期期限是在2027年的时候到期，它的票面利率是 4.125%。但是呢，永丰金大户头呢，它给我们的报价是 99.73 块。那同一档债券，如果我是在 IB 盈透证券来看的话呢，这档债券呢，它给我们的报价是 98.65 块。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家券商同一档债券，但是呢，他们的报价已经相差了 1.1 元了哦。那如果我用3万美金去购买这档债券，一个是使用永丰金大户头，一个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那我的获利以及我的成本是多少呢？那我这边我马上算给大家看，如果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的话呢，我这笔交易大概要花5块美金，那我的手续费是多少？就是5块去除上3万美金，也就是 0.015%， 我的手续费只有 0.015%。但是如果是使用永丰金的大户头，我的手续费是多少？答案是0元。永丰金大户头它不会跟你收取任何的手续费。但是聪明的你已经发现到了嘛？永丰金大户头虽然不跟我们收取手续费，但是它给我们的报价呢是比较差的。它的报价呢整整比 IB 盈透证券多收了 1.1 块。这个 1.1 块呢，如果我们来把它换算一下，就是 1.1 去除上 98.65 那就是 1.12%。大户头它的报价就是比 IB 盈透证券差了 1.12% 哦。那这个手续费就是按的手续费，所以你可以发现到永丰金大户头呢，它不跟你收明的手续费啦，但是呢，它给你比较差的报价。那这样子你投资起来，你有比较低成本吗？我们就直接来算哦。那 IB 盈透证券的投资成本就是3万美金，再去乘上 98.65， 再去除上100，再去加上5块。那投资成本就是29,595美金。那永丰金大户头的话呢，就是报价是 99.73， 手续费是0元。但是呢，它的投资成本就是3万美金，再去乘上 99.73， 再去除上100，也就是29,919美金。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两者他们的投资的成本就相差了324块美金，也就是大概1万多的台币哦。那最终获利会是多少呢？最终获利的话呢 ，IB 盈透证券它的获利是来到了145595元，但是永丰金的大户头呢，你的获利只有135227块。也就是说，我们投资了同一档的债券，承担了相同的风险，但是就因为我们使用了不同的券商，如果你是使用 IB 盈透证券，你可以赚到145000元。另外一个人他是使用永丰金大户头，他就只能赚到135000元，你就比别人多赚1万块钱咯。那至于要如何去使用 IB 盈透证券来直接购买美债呢？那这边的话呢，我有做一期影片，大家可以自己前去观看哦。那只要花1000美金就可以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了。那 IB 盈透证券呢，它不只可以投资美债，它也可以投资美股、日股、越南的股票或者是印度的股票，它可以投资超过150个国家地区的股票证券，还有支援27种的国家货币哦。那如果你有认识那种资深的那种全球交易者或是全球的投资者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发现到他们几乎都会使用 IB 盈透证券哦。好，那至于 IB 盈透证券要如何进行开户呢？那我这边还有做一期影片教学。好，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自行前去观看哦。好，那我们投资要获利的话呢，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要使用比别人更低的成本去投资，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赚的比别人还要多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 Q&A 的时间。如果要投资海外债券的话呢，你觉得怎样投资比较好？ A. 使用海外券商，像是盈透证券，因为这些美债他们的报酬率原本就不高了，如果我们的投资成本又非常的高的话呢，那我们就几乎没有什么获利的空间。 B. 使用国内的券商，就算交易成本比较高也没有关系，我只要有赚就好了。 C. 其他，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看法哦。好了，我是不随的股市真心分享家的 Kevin，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个赞再走，来 Kevin 持续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先让同学录一次，我哭嘞。